嘿，我是小黑。那今天我们来看一双颜值上是我最近非常喜欢的鞋，就是这双棉花糖配色的吹阳袜。首先不懂就要问了，所以这个蓝粉配色为什么叫棉花糖配色呢？它跟棉花糖有半毛钱关系吗？我是有点搞不懂啊，欢迎大家留言或者弹幕指导我一下。回到鞋啊，记忆当中，哈登一代带来的不俗首发表现，让我对吹样的第一款个人签名鞋自然是十分期待。同时，140刀的首发价格也让我惊讶。为什么？听我分析啊，这就意味着阿迪把刚出道的吹样的鞋直接提拔为高端签名款，与老大哥哈登平起平坐了，说明阿迪真的对 Ice Trae 充满了信心。那鞋到底怎么样？能不能驾驭阿吹灵动飘逸的球风？就像我一样。我们这就来看。刷刷。首先，作为外贸协会的终身会员，颜值丑的鞋我是看都不想看的。但这双鞋，它是心动的感觉。首先，鞋盒就蛮帅的哈，主体纯白的鞋盒，后背写着 The First Edition， 表明签名系列的第一双。正面呢是Trae的名人名言 Always remember when they doubted you， 言简意赅，人狠话不多系列。鞋呢也没让我失望，天蓝配粉加永不过时的白，鞋身侧的粉色阿迪3道杠，低调却不简单，配合鞋尾鸳样配色的Trae样签名和下面的 IC 小 logo， 顿时锋芒毕露。整鞋简单又骚气，穿上就给你的帅气加成，回头率超高。不过说实话，设计上阿迪近年来的问题还挺严重的，鞋款缺乏辨识度。很多鞋，包括这双吹样，很多人问我这双是不是哈登？你说的还挺有道理的。把哈登4代往吹样旁一放，确实还挺像的。而且仔细一看，他还撞车米切尔2代。你说经常打球的都傻傻分不清，更别提广大消费者了。不由得让我怀疑阿迪的设计师们是不是江郎才尽了？设计里就那么几个模具，每次要出新鞋的就从口袋里随机抽几个组装起来，草草完事，所以才会有很多鞋给我们一种大同小异的感觉。这双吹样同理也是配色大于设计的鞋款，不信你换个其他配色，是不是廉价团队鞋的即视感？你自己瞅瞅。所以炒冷饭缺乏设计创新，在黑球鞋这里是要扣分的。所以颜值这里我只能给打8.5分。材质嘛，价位上去了，用料这里在某些方面确实也上了个档次。注意是某些方面。鞋面主体使用了手感比较柔和的工程材料，全身点缀的反毛皮顿时让手感加分，同时和廉价鞋款的全身塑料材质拉开档次。不过看着这个令人窒息的2对鞋带扣，你们是不是瑟瑟发抖了？别急，我们在包裹大项里还会有详尽的解析。另外，不知道在座有没有发现阿迪在刚签约一个球员的时候，会非常用心的给他设计鞋，用最好的材料、最强的科技，加上铺天盖地的宣传。所以第一代签名鞋都还不错，之后呢就每况愈下。肉眼可见、随便拼凑的设计，毫不卖力的宣传，实力请参照罗斯、利指导系列等等。米切尔3代现在有点那个味道了，一点都不善始善终。嗨，我们跑题了，回到材质，整鞋的做工和手感还是非常不错的。不过和100刀的利拉德7代比起来，抛弃这反毛皮，材质基本没有差别。至于值不值这个价位，这就仁者见仁了。就材质而言，我给打9分好了。在到实战部分之前，我们先说说比较关键的尺码选择。这双鞋还是比较 tricky 的。懂得都懂，也是阿迪鞋一贯的传统了。我的尺码会在10码至11码之间飘忽不定，是否能一次性买到贴合的尺码，全看阿迪心情哈。所以这次呢，我为了帮大家找到最贴合的尺码，不惜重金购入2双吹样，是不是该素质3连一下？不用我说了吧。回到尺码这里，我实战先试了10码，感觉大小正好，但是急停顶脚趾现象非常严重，这个梦幻的2对鞋带扣绝对逃不了干洗。打完一场球，我就连忙换上10.5码，刚穿上脚趾前的空间会有点多，但是实战中不顶脚了，所以我这里通过实践出真知，推荐大家买自己的标准尺码，应该就没问题了。来到实战，第一项必然是缓震了。阿迪对这位飘逸的超新星看似还是非常有诚意的，叠加了当家双科技 Light Strike 和 Boost。不过感觉除了这2个科技，3道杠加貌似也没有什么可以拿得出手的了，对吧？架构方面和之前使用双科技的鞋款相似，但也有不同。这次中底使用了全长的 Light Strike， 但只有后掌叠加了 Boost。脚感这里，但凡穿过阿迪的都不会有惊喜。
意料之中的软，带点意料之中的弹。最近穿的阿迪都这个样，利拉德7 Next Level Future Natural， 我都已经脚感疲劳了。阿迪再不出点新科技，我觉得缓震这块我都可以跳过了。当然，这种成年配置还是够用的。实战当中唯一的惊喜是，前掌 Light Strike 在提供充足缓震的前提下，较薄的厚度带来了良好的场地反馈。第一步启动相当迅捷，对于一步突破档来说是个利好消息。而且后跟这里充实的 Boost， 落地脚感也相当的巴适，为飞天遁地的选手们保驾护航，同时对大体重选手们也是非常友好的。所以综上，虽然缓震科技缺乏惊喜，但稳扎稳打的配置，我觉得可以给到8分。包裹，哎呀呀！我搞不懂为什么阿迪要一而再再而三的在鞋带扣这步操作玩火，能不能不要对自己的包裹这么的自信？拜托。那我们先说说这次包裹的设计。之前有关注吹样的应该了解，吹很喜欢篮球鞋无鞋带设计，所以之前经常上脚 Next Level。这一次的吹样 One 也借鉴了 Next Level， 采用了内靴加鞋带的设计。但问题来了，此内靴非彼内靴，跟 Next Level 上的内靴相比较严，这个就是渣渣呀。我们理性分析一下。首先要做到无鞋带篮球鞋，鞋面固然是非常重要的。Next Level 系列的 Prime Knit 鞋面下是一层厚实的弹力面料，给脚带来紧致的贴合和包裹，这样可以不借助鞋带把脚牢牢锁定。但吹样1这里就很迷了，内靴和鞋面一样毫无弹性可言，更迷的2对鞋带扣只能固定脚背，前掌的不必要空间多得令人发指。你在球场上会以为自己穿了双人字拖乱入，所以包裹毫无悬念是此鞋最大的败笔。实战中，即使穿了厚实的金袜，前掌依然可以随意侧向漂移，让我在急停或者突破的时候很没安全感，也是我前面提到的顶脚趾的罪魁祸首。如果阿迪老老实实在这双鞋上加5对鞋带扣，我相信这双鞋的包裹不会差到哪去。但这都是后话了。不过，如果你只是用这双鞋打打小区、养生篮球加出街，那这包裹完全够用。对于稍微剧烈点的竞技篮球，这双鞋的包裹都很够呛，尤其突破档慎入。鉴于包裹的重大失误，我这里只能给打5分，不能再多了。支撑这里有一说一，吹样1代还是非常稳健的。首先，我们在缓震中提到过，鞋的重心综合来说还是非常贴近地面的，尤其是前掌这里，再加上没有太多形变的中底，让我们的着陆非常稳健。其次，中规中矩的鞋楦设计，外加内外侧都有的大面积 Light Strike 上沿，给脚的侧向移动带来全方位的支持，直面上按说是没有任何问题的。但是因为包裹的拉挂，不管支撑设计有多好，前掌还是可以在鞋头漂移，所以支撑这里也受到了一定的牵连。在实战中呢，刨出包裹制造的问题，吹样1代的支撑对于大幅度变向也是够用的，更别提神射型选手了。所以我给支撑打8分。抓地和耐磨方面，吹样1代虽然大地使用了纯色橡胶，而且纹路间距也够大，但在室内稍有灰的木地板上抓地还是令人担忧的。实战中会让我有溜冰的感觉，腰座急停会经常刹不住车，变向蹬地瞬间也会有侧滑，时不时的擦擦鞋底会有好转，但实战一会儿又滑起来了，可能跟这次橡胶使用的成分有关系吧。这种抓地我觉得勉强及格，给6.5分，不能再多了。另外，在室内征战了1个多月之后，大底并无任何明显的磨损痕迹，但因为纹路的手感质地偏软，征战外场还需谨慎。我仅对内场的耐磨打8.5分。说到透气性，吹样1代鞋面厚实，而且全鞋没有透气孔这种东西，所以显而易见透气性不会好到哪去。底方的设计可能会加点分，不过几场球下来袜子还是会湿。但是考虑到现在是冬天了，这个鞋的保暖很 OK， 所以我没有任何意见。最后来到鞋重，44.5码的吹样体重竟然一举突破460克大关，这是让我始料未及的。鞋看起来一点都不臃肿，上手手感也没那么的笨重，但却有460克。我们应该是个外表迷惑了。不过实战中脚感这里我完全不会感到拖沓或者笨重，所以大家不必担心。但在评分这里，460克的体重在后卫鞋里属于中下水平，所以只能给7分了。那经过了黑球鞋实战的9项评测，吹样1代最终取得了7.12的总得分。纵观整个评测，包裹的硬伤让实战的乐趣大打折扣，我是有些失望的。就算抛去包裹的问题，我可以用1个字来形容此鞋，那就是平淡无奇。抛去吸睛的颜色，我说不出这鞋有任何让我惊喜的地方，所以得分只有7.12，也是情理之中。同时也侧面反映了阿迪篮球鞋的现状，尤其是签名鞋，不用新的设计，不太有竞争力的科技，鞋不行是迟早的事。所以这双吹样1代我也就好个色了。虽然不推荐给大家实战，但如果阿迪给骨折价，这些出街还是有相当回头率的，尤其是这个配色，所以颜值即正义的各位不妨考虑一下。好了，我是小黑黑，如果你喜欢这视频，别忘记一键3连加关注。那更多黑系列精彩原创，我在这里和你不见不散。那我们下期再见 ，Peace。